如果你问特朗普赢了还是输了，特朗普会告诉你，我赚麻了。3月24日啊，全亚洲的股票都在跌。当晚上美股开盘前，特朗普突然迎学附体啊，说我已经和伊朗谈得很好了，战争有望结束，伊朗呢也不会再攻击以色列的核设施了。好家伙啊，美股顷刻间暴力拉升啊，原油价格直接暴跌。更狠的是啊，就在董王手画 K 线的几分钟前，标普500上出现了15亿的多单，石油贸易呢却出现了2亿美元的空单哦。这么精准的两头通知，操盘手是谁呀？真的好难猜啊。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虽然伊朗懵了，然后光速辟谣，但是我们看这场战争这么久了，早就见怪不怪了啊。自从董王2进宫呢，白宫的通稿里就充斥了第1小时就赢了，敌人呢已经投降了这些字眼。但如果你把目光呢从总统的社交媒体账户上移开，看向五角大楼的账单、华尔街的期权交割单以及波斯湾的航运数据，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的真相啊，就非常明显了。美国在物理战场层面已经陷入到了无法体面撤退的泥潭了。董王想赢，但是战场上是赢不了了，那就不如全力多赚点钱咯。至于花干净纳税人的钱，和我川普压根儿就没有关系。这场战争已经被特朗普政府转化为敛财的金融工具了。董王和美国政府只要通过控制战争的节奏，比如什么时候开打，什么时候恐吓对手，什么时候假和谈，什么时候再恐吓对手，人为制造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从而呢完成对全球流动性的顶级虹吸啊。说白了，董王把椭圆形办公室变成了一个超级内幕交易室，让全世界的股市和实体经济为美国的财政黑洞和背后的利益集团买单。在详细讲这个金融逻辑之前呢，我们呢必须先看清楚战场的基本盘。大众认知里啊，美国拥有 F-35、B-2 隐形轰炸机和航母战斗群，打伊朗呢应该是摧枯拉朽啊。但是军事账本从来不是这么算的啊。大国博弈的本质上是成本控制。这场战争目前的账面数据是什么呢？战争呢进行了快1个月了，美以联军烧掉了将近2000亿美元，换算下来，美军每分钟在波斯湾上空烧掉100多万美元啊。开战第3周，五角大楼正式向国会伸手了，要求追加高达2000亿美元的战争特别拨款。面对美军，伊朗的战略极度清晰，生存即胜利。德黑兰采取了去中心化的防御体系，根本就没有用主力部队去硬刚，而是直接掐住了全球经济的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全球 20% 的石油必须经过这里，伊朗掐断了海峡，不让任何的油气船只通过，这样就把战略咽喉变成了一个死穴，而美国的航母编队对此束手无策。美军在用高科技打蚊子，国库呢正在被迅速的掏空。既然物理战场是个无底洞，特朗普为什么还高喊我们赢了？因为他的战场在华尔街。当我们在看新闻时，资本在看盘口。3月24日，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与伊朗进行非常出色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已经下令推迟对伊朗能源设施打击5天时间。这条帖子的迫害力堪比核弹啊！布伦特原油价格在随后几个小时内暴跌，最低呢触及到了 91.75 美元，最低呢触及了 91.7 美元。与此同时，美股标普500指数在56分钟之内疯狂飙升，市值增加了超过2万亿美元。这套叙事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就在特朗普发帖仅仅27分钟后，伊朗外交部和议会议长双双出面，严厉否认了与美国进行任何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谈判。加里巴夫直接戳穿了底牌假新闻被用来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以摆脱美国和以色列陷入的泥潭。
伊朗否认后，标普500指数迅速回落，近1万美元的市值瞬间就蒸发光了。接着我们直接看向华尔街的交易底牌更可怕的数据隐藏在冷冰冰的交割单里。金融时报和公共公民组织扒出的数据显示特朗普在早上7点04分发帖后仅仅15分钟，纽约原油期货市场极其精准地涌现出了6200份布伦特和 WTI 原油的看空合约，总名义价值高达 5.8 亿美元。这不是什么运筹帷幄的战略预判，这是赤裸裸的内幕交易。有人提前15分钟拿到了美国总统的和平剧本，并在高位布下了漫天大网。懂王不需要伊朗真正投降，他只需要市场相信战争会无限制升级或者瞬间和平。只要这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存在，白宫内部及其利益集团就会掌握收割全球资本的镰刀。美国政府现在面临一个结构性的死局高昂联邦财政赤字以及创纪录的美国国债。通过将中东拖入战火，美国完成了一次经典的流动性虹吸。当波斯湾的石油通道被封锁，能源价格的飙升相当于美国对全球制造业强行征收一笔战争税。欧洲和亚洲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资本为了规避这些地区的衰退风险，只能选择出逃美国的逻辑是，只要我把其他的地方搞得比我更烂，美国就依然是唯一的安全岛。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初期全球资本疯狂涌入美元资产。然而进入到2026年的3月，这种靠恐慌维持的资金回流开始出现裂痕了。全球金融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轮动。由于美国自身发生了关税战和产业保护主义，美国本土企业正在承受反噬。甲骨文等美国软件巨头的市值惨遭血洗，下跌 40% 到 50%华尔街称之为软件末日。当美国的高估值撞上实际盈利下滑，聪明的资本就开始叛逃了。2026年1月，高达154亿美元的资金流向了新兴市场的股票基金，创下了历史记录。资金开始从美国流向东亚的人工智能硬件产业链，这正是特朗普急于在3月底通过推特强行降温中东局势的深层原因。他发现靠恐慌吸纳的资金正在不断流失，美股的盘子快拖不住了。这场战争呢，彻底沦为了美国进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外部工具。就在这场以邻为壑的全球金融与地缘混战中，特朗普唯独漏算了一个关键变量：产业周期的替代性。中东的战火和飙升的油价非但没有压垮中国，反而成了中国新能源产业链进行全球扩张的最强推助器。当全球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全球市场对化石燃料的恐慌达到了极点，这种恐慌直接转化为对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饥渴。看一组数据2026年1月至2月，中国出口了 37.7 万辆纯电汽车和 20.6 万辆插电式混动汽车，同比分别暴增 100% 和 120%。 到了2月份中国出口的汽车占到了总产量的 37%， 创下了历史新高美国在波斯湾发射的每一枚拦截弹都在无意中提高了全球对于传统石油体系的厌恶感，这份厌恶感最终都会变成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海外订单。中国不需要在波斯湾部署航母，只需要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光伏板、储能电池和电动车。美国用枪炮维持的霸权正在被中国用制造业产能推动的体系悄然解构。当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这场战争的全貌已经非常清晰了。这是一场高度金融化的绩效战争。谁在损失呢？是承受高昂通胀的全球消费者，是前线被当作炮灰的士兵，是被迫为高油价买单的实体经济。谁在获利呢？是提前15分钟砸下6亿美元空单的对冲基金，是像 Maga My Man 一样提前拿到内幕的政治寻租者，以及东方默默收割全球新能源转型红利的中国制造。董王没有体面撤离的可能了，因为当他决定把国家战争机器变成一门用于内幕交易的生意时，美利坚的战略底库就已经输得精光了。我是五人，视频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欢迎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